大家好，我是戴牙套的囧星人。迪士尼在 Frozen 赚翻了之后，各种大动作，黑魔女、魔法黑森林、仙女奇缘相继上映的同时，宣布了美女与野兽的开拍。童话改编真人电影的庞大计划之中，2014年末，魔法黑森林是尤为特别的存在。该作改编自同名舞台剧，故事内容取材多个家喻户晓的童话，简单的说就是童话角色大乱斗。在舞台剧这么受欢迎的前提下，照理讲应该会是一部很威的电影，但我看完后只深切感到歌舞剧这种深奥的玩意果然不是我这种俗人能够欣赏的。歌的水准暂且不说，饰演杰克的小演员刚开嗓，我心里就萌起一阵寒意。接着小红帽出场唱了荡气回肠的2句，我发现简直不能忍，决定接下来的100分钟我要全心全意寻找他在音乐以外的优点，多多留意制作群用心良苦添加的一些微妙的创新元素，比如为了鸡毛蒜皮小事可以吵个没完的不应征夫妻啦，具有大胃王属性的小红帽啦，出场就只为了被剪头发的长发公主啦，而且最后她的头发还没屁用，以及这位挤乳沟挤得很辛苦的灰姑娘。对了，后来我在看完《仙女奇缘》忍不住想问，灰姑娘的乳沟难道是格林兄弟的官方设定吗？到底在坚持挤什么？我一直觉得好故事就是要出人意表，脱离传统，而魔法黑森林整个剧情发展可能用脱序或脱离常识来形容比较恰当。2个王子在河边对唱的场景，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那是我的小脑袋这辈子都解不开的谜。到底为毛要脱衣服啊？倒是解释一下。当时作为影院中少数几个保持理性没有笑得太崩溃的观众之一，我渐渐意识到自己的智商应付不来导演所要传达的思想高度，于是放空了大脑。不好意思的说，是的，我快睡着了。弥留之际只隐约记得有人在森林里外遇然后摔死了，有人使用了回春花露水然后摔死了，差点毁灭一个国家的巨人被小石头砸到然后也摔死了。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童话故事大乱斗的结局惨绝人寰，人几乎全死光了，最后活着的只剩下面包店老板、3个小屁孩、灰姑娘以及她的乳沟。大家一起唱着歌迎来日出，真是可喜可贺。我他妈就没看懂这片的1分1秒，缺乏慧根不忍丢人现眼，留给其他大神评价。今天要点评的第2部电影叫《模仿游戏》，这部改编自电脑科学之父图灵真实生平的作品，起过不少争议。不过电影本身其实拍得相当不错，我看完之后一直想推荐。自己不是 BC 迷，不过早在短剧福尔摩斯系列里对 BC 的演技和魅力有所领略。他那魔性的颧骨、迷离的眼神、性感的嗓音，与都教授并成2大特异类型帅哥，为女性到底还能欣赏什么样外表的男人画下了新的界限。而对于广大 BC 迷来说，最令人兴奋的恐怕是福尔摩斯与华生暧昧了这么久，终于有一天他在平行世界里出柜了。即便对象存在异模的男校回忆中，恰是为爱情故事铺上了一层神秘浪漫的色彩。除了图灵的感情际遇，本电影通过他在2战期间研发解码机器的过程，描绘了他蛋疼的而不是独特的为人处事风格。他对任务的坚持、歌手的原则、身为天才承受的误解和因为星将在那个时代遭受的迫害，无不令人痛心反思。电影肩负着为伟人平反、颂扬公益的使命，全球票房突破1亿美金，并风光入围8项奥斯卡奖。曾经的悲剧英雄也终于较为大众所知。显而易见，这是一部对伟人致敬的电影。如果你想看什么刺激的叠对叠剧情，可能会大失所望。他想告诉你的是，一个对人类贡献如此之巨大的天才，只因喜爱菊花和棒棒，不得不背负莫须有的罪名，悲惨的离开人世。时至今日，发生在图灵身上的惨剧依然在上演。我们真正该学到的是什么呢？最后，顺便向图灵的前未婚妻 Joan 致敬。不是每个女人在知道男朋友是 gay 后都愿意嫁给他，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为弱势群体挺身而出。在图灵曲折的人生历程里，曾被美丽的心灵支持着。虽然我们不一定都是 BC 的迷妹，让自己成为某人的 Joan 却不是那么困难的事。第3部电影来自星星的傻瓜 PK， 我在专业上已经推荐了很久，讲到我都有点不想再讲了，不过还是再说一遍好了。我知道这名称很眼熟，台湾片商翻译印象中那个尿性你们也该习惯了。本片跟韩国某位后刘海单眼皮外星人爱情片没有任何关系，这是素有印度刘德华之称的印度电影天王阿米尔汗最新作品。阿米尔汗当年凭一部3个傻瓜在华人影界打响名号，令台湾观众对印度电影大开眼界，刮目相看。我也是惊艳不小，原来印度电影不只有歌舞还有剧情，不只有搞笑还有内涵。抱着对3个傻瓜极好的印象，我果断刷卡进电影院捧场2次，而现在满怀着笑意与各位报告，这部电影拍得超棒，娱乐性和教育性都直逼满分。PK 剧情讲述一个外星人从外太空降临地球后，是外星人没错，但你听我解释，这真的不是韩国片。降临于地球的印度后，被贼偷走他身上的太空船遥控器，无家可归的他于是在印度孤苦伶仃的旅行。因为不了解人类，行径如疯傻的醉汉，大家就叫他 PK。PK 通过外星人的视角对人类文化提出透彻的质疑。有位女主播觉得他很有趣，他和他的电视台就利用 PK 主导一场对印度宗教的大审问，然后故事就这样欢乐的展开了。我最惊叹于这电影精心设计的剧本，几乎不着痕迹的首尾呼应，紧紧把握住宗教主题，对爱情琢磨只有点到为止，最后却将看似无关的线索串成一线，达成结尾的峰回路转。而中间的剧情进行的井井有条，层层渐进，恢宏的美景，机智的对白，时而悲怆，时而欢欣的歌舞，美女与鲜肉的互相映衬，加上整整2个半小时的超长篇幅，足以让人痔疮发作、膀胱爆炸的饱足感，可以说或许是我近2年看过的最有诚意的电影。看完之后忍不住去思考很多事情，有声音无声，电影没有给出它的定论，它用尖锐却不激烈、
荒唐却不走反的手段，提醒每个抱持信仰的人不要停止提问和思考，不管是不是宗教人士，相信看完之后都能受益良多。是的，我介绍的一点都不有趣，跟观光预告片一样，什么鸟都看不出来，不如你亲自用双眼见证。我不多啰嗦，越是一部好片，越是难以言表，因为槽点实在太少。太不承认是因为我的嘴巴好累。那么总结一下，本期3部电影我的感想大抵是这样：画媒体改编雷人不倦，看脸只有特效很酷炫；魔性纯谷在演技片，腐女迷妹得偿所愿；印度好片不用靠脸，可惜拜个雷，这他妈什么鬼预告片？不要怪我说的如此肤浅，电影尤其是3言2语所能呈现。讲多了你嫌我是老妈子碎碎念，不如买张票自己入场好好体验。以上纯属囧星人个人意见，谢谢收看，各位观众，我们下期再见。